英雄是如何娶到仙女为妻的呢？而这场人与神的婚礼又是如何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呢？大家好，我是黄小熊云游八荒。上一期跟大家讲了弗朗西斯·克雷特上所描绘的亲临佩纽斯猎杀卡尼多尼亚野猪的神话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一支克雷特上的核心主题——佩纽斯和海中仙女瑟提斯的婚礼。这幅图中所有的人物都身着盛装，他们有的乘坐马车，有的步行，有的还带着礼物。评画家肯尼蒂亚斯利用这些细节，准确地表现出了一种隆重而喜庆的婚礼氛围，还史无前例地尝试着表现人物的正脸，比如图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卡里欧比，以及以错位重叠的方式表现多人并行的效果，比如霍拉伊等3位并行的女神。图中从右往左分别描述了在宫殿里坐等宾客到来的新娘瑟提斯，在宫殿门口迎接宾客的佩纽斯，走在宾客最前面与佩纽斯击掌的人马克戎，与克戎并行的是手拿结杖的女神伊莉丝，她是神与人之间的现实。接下来是扛在酒罐安佛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霍莱等3位女神，主司诗歌的缪斯卡里欧比，主司天文的缪斯乌兰利亚，马车上的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等等。那么英雄是如何娶到仙女为妻的呢？而这场人与神的婚礼又是如何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呢？话说佩纽斯在猎杀了卡尼多尼亚野猪而成为全希腊英雄中的英雄的同时，他的这一壮举呢，也引起了奥林波斯山上众神的关注。恰巧天神宙斯这时候正因为一则预言而心烦意乱。原来宙斯爱上了海中仙女瑟提斯，多次向其表白都遭到了拒绝。正在他恼羞成怒的时候，有神谕告诉他，瑟提斯将来要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一个儿子的力量要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宙斯可不希望有一个超越自己的儿子来威胁自己的宝座，所以他放弃了对瑟提斯的追求。但是宙斯还是因为多次被瑟提斯拒绝而对他怀恨在心，于是他向众神宣布要将仙女瑟提斯下嫁给凡人英雄佩纽斯为妻。婚礼当天，奥林波斯上的各路神星都陆续地抵达了现场，而这其中有一位女神却并没有被邀请，她就是不和女神爱丽丝。话说宙斯因为担心她来了会把自己精心安排的这一场婚礼给搅和了，所以特意没有邀请她。也正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因为宙斯的这一举动让不和女神爱丽丝下定决心不把这一场婚礼搅个天翻地覆，誓不罢休。正当婚礼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进入高潮的时候，不和女神偷偷地从空中降下一颗金苹果。这颗金灿灿的苹果立刻吸引了所有在座宾客的目光，只见上面还写着一行字：献给最美的女神。众宾客正在疑惑，这颗苹果到底是给谁的呢？只见众宾客中同时走出了3位女神，她们分别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美神阿弗洛戴特。她们都认为这颗苹果是给她们自己的。紧接着就在3位女神之中引起了一场相持不下的唇枪舌战，而在场的众宾客也都各持己见地加入到了这3个不同的阵营中。整个婚礼现场瞬间就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战场。这时候作为婚礼主持人的宙斯不得不出面救场，他抓起这颗苹果便扔向了特洛伊城外的山上，并告诉3位女神，只有特洛伊的2王子帕里斯可以判定这一颗苹果到底是给谁的。话说特洛伊的2王子帕里斯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他因为忍受不了皇宫里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而到城外的山上过上了闲云野鹤般自由自在的牧羊人生活。话说这一天他正在树下休息弹琴，
一颗金灿灿的苹果和3位女神几乎同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听后，赫拉抢先对帕里斯说：“如果你判定这一颗苹果是我的，我立刻让你成为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国王。”紧接着，智慧女神雅典娜告诉帕里斯：“如果你判定这一个苹果是我的，我现在就让你成为最有智慧并且战无不胜的英雄。”最后，美神 Aphrodite 告诉帕里斯：“如果你判定这个苹果是我的，我就让你得到全天下最美女人的爱情。”听完3人的许诺之后，帕里斯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颗金苹果递给了美神 Aphrodite， 而美神 Aphrodite 也实现了她的承诺，让斯巴达的王后海伦这一位天下最美的女人爱上了帕里斯，并和帕里斯一起私奔到了特洛伊。气愤的斯巴达国王 Menelaus 和他的哥哥迈锡尼的国王阿伽门农随即联合了全希腊各城邦的国王出兵特洛伊。至此，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并因为描述在这一只 Crate 上的婚礼而正式的拉开了序幕。